乡亲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出名台飞》，我是吴思怡。今日《出名台飞》带乡亲来关心花枝虫的设置。其实花枝虫呢，主要是处理一个飞时的主尾韩国鸡的野豆。现时全台湾的花枝虫加起来无到10件，韩国主要都是集中在中南部的玉竹太烟。只不过呢，一下苗栗县政府想要在苗栗县同乐乡成立的很多畜牧循环资源利用中心，蔡天人就知道讲，其处理的内容韩国运作的情形同花枝虫差唔多，故作蔡天人是当反对。只不过呢，苗栗县政府的讲法，也个循环资源利用中心其实要做的内容同花枝虫有动态无共用的素材。今日嘅村民台飞，我带大家来了解，也个同类案例以外呢，没有了解花枝虫喺地方好，大家很容易来看韩国花枝虫会对地方造成哪啲嘅问题，用乜嘅积极嘅办法。马上为大家收嘅今日参加嘅来宾，头位我先收嘅係苗栗县政府农业处嘅副处长蔡正新副处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副组长。三来，我们收嘅係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检验处理教授卢台英教授。好，主持人好，我是卢台英。欢迎先生。三来，我们收嘅係苗栗同乐嘅乡民代表齐一峰先生。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面朋友，大家好，我是齐一峰。欢迎代表。三来，我们收嘅係律师陈建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律师。其实讲到也个花枝虫也好，也系畜牧循环资源利用中心，其实大家都会知道讲，佢系对地方一啲唔好嘅设施，一个设施现时喺苗栗同乐很容易情形，地方好有那对反对嘅意见，先来看样片嘅说明。花枝场滚出去！同乐乡民来电拍布条，睇上咸蛋花枝虫召开，对他对苗栗县政府唔好满意，会对乡内设置畜牧循环资源利用研究中心专门处理尸体的头上亚条嘅不满。我哋冇想愛也後山後水的地方，冇想愛安尼空氣污染，然後每天生活聞那個臭味，還有水污染。同樂鄉長車聰研究講，規劃案係要中央補助經費韓國設置，亦是全案限地評估階段。反對嘅建議也係講，縣政府係主辦單位，同農業部爭取爭有前期規劃費嘅補助。不過農業部未有探索，案內是要得到在地鄉親嘅支持。不過地方反花枝蟲嘅連數已經超過4000份，県民表示地方唔歡迎新蟲嘅態度。這只是單純一個規劃費了啊。那準不準？那我們現在還是要看中央。如果準的話，那當然這個東西還是要回歸到縣議會。農業部說，如果中央部會的預算要支持，地方必須鄉親們必須要同意。我們有4000多份的聯署書反對，所以很明顯的農業部的這個預算，我覺得它就是不會給縣政府了。苗栗縣農業處講，一天天就地同樂校區300公尺範圍內無人家，全案就愛建議送審結團。縣政府會尊重地方意見，韓國工業考量。這叫飛講係縣政府讓會做，強拍會有韓卡建立的空政書團，每一本花枝蟲落地同樂。如果文字優惠的唯一訴求。加樣片圖看看到同樂人係當反對設置也個人講嘅畜牧循環資源利用中心，不過差啲人係講係花枝蟲啦。故所講，佢哋反對意見係乜嘅？佢哋受理嘅素材要睇呢？今日嘅市代表係代表人哋同樂鄉民來到現場哦。市代表同大家講一下嗬，你哋準備一種圖，係要同大家講，一個 V 嘅有哪條問題，向大家講。大家看一下圖吼，一邊都嘛同樂鄉是懂反推嘅問題吼，第一隻應該選址懂重要。你看下圖。花枝蟲都係下坡嘅地方，逢地片，對，逢地片，高速公路會隔壁，往後龍溪的下游，就往北邊，就是要龜山橋那邊，也係苗栗市重要的取水口東區。第一個，我們擔心未來如果有污染的話，就水源會不會污染到苗栗市的灌溉？都還有中民村會不會從地下水灌溉？中部中部位全部靠地下水，因為後龍溪有時候會乾旱，都是這個水源我們影響到很大。好，有水源的問題。再過來還有乜嘅受理嘅素材？好，排水再嚟個。好，你看下圖吼，一圖風勢點係花枝蟲對非常嘅預定地。你注意看，大中擺後龍溪治理，大家發覺一片生態懂豐富，一片綠色廊道一片，永州灣一片。永州灣在這邊。對，好，來看下一張圖。下一張圖詳細講有哪條吼？也係叫做報告講嘅地方，花枝蟲豐收嘅點嘅下坡，就隔壁呢太中灣呢永州灣一片。
有4种一些真有稀有动物、保育类动物在这边。过后你讲呢，不论是地下水源或是生态保育，是要点动重要，不然发枝虫它都黑龙水米那片长春石化好，包括高铁那片呢树木银行这片，伊都后龙蝎档狗晒都后龙蝎中上游，那就认为说董不适合。第一个水源保护，还有要复ขึ้董都有你害。过后那选址不当是我们一直觉得很在乎的地方。好，什么推票人抢中去错吼？其推票同大家讲，水源的问题，韩国呢生态的问题，再过来就是现在 V 哦，确实有人喺提价，係會影響到菜地的居民。故是講，實際來看到，其實也個發展從嘅案例啊。苗栗縣政府先過為其他嘅蔬菜嘅 V 嘅，唔過也下先都睇人哋同路鄉，主要係發生嘅那條事情。112年9月嚟嘅時節。同路鄉公所就可以提防嘅說明費，當時係無取得強勢的。再過來呢，隔個1年，苗栗縣政府就對農業部提出嚟要做一個事業嘅期盼計劃。再過來呢，嗰幾年嚟，田定提防方就成立嘅反對嘅持久會。韓國呢，其實第12月初嘅時節，農業部就同縣政府嘅案例先推到進去，而正推到進去過後，韓國再個適合提防嘅意見。故所講，提防當反對，希望爭取大家來。大家意見針對一個案例提出幾道意見，也連數嘅人數有8300人，嗬。唔過呢8300人嘅人數，對地方方來講，大家嘅受理嘅蔬菜，主要就係行係對一個蔬菜嘅運作內容，大家都會知道講，一個發展廠同項目循環資源利用中心有乜嘅所長呢？因為看到一下苗栗縣裏呀，講嘅事態嘅主委嘅一條，就是我們所說的。廢死情緒量，睇苗栗縣其實價嘅量唔係幾多，比其他嘅用協助他縣來講，其實佢當時話，差唔多呢，一整年嘅產量係160公噸，再過來呢，幾年嘅量係差唔多700萬公噸，天天，也可能睇南部一個中部一個協助他縣來講，其實唔係一度嘅哦，故所講，大家怎會想講，做乜嘅一個量唔係按多，苗栗縣會想去做一件事情，故所講問題請教下副組長。做乜嘅會想去睇同路一片，實質一個人講嘅項目循環資源利用中心，而同發展廠乜嘅冇共用，你請同大家講。還是要再表示一下，我們苗栗縣政府申請的是畜牧循環利用研究中心，它所要做的項目是待處理堆肥廠事業設施堆肥廠的一個設施。那當然，我們原本的規劃它是有包含我們的。屎廢禽有包含我們的情緒糞跟屎廢禽都有包含在裡面。好，那這個部分我們不是在做化飼場，而是在做我們的堆肥廠。一開始是堆肥廠。那我要先講一下，所謂的化飼場是以動物屍體、廢棄土體跟內臟等等去做加工處理，而製作成肥料、飼料或者是工業用原料。那我們做的是堆肥廠那主要是在做我們的情緒糞跟屎廢禽的一個堆肥發酵而產生的肥料去做販售。當然剛才有講到我們9月28號我們銅鑼鄉親有做一些抗爭的一個動作，所以我們後來縣長也認為，那屎廢禽這個部分本來就是佔我們的少量。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不做了。所以依照我們的統計數據，我們苗栗縣的一個情緒糞總量就37000噸，所以我們原本規劃每天就只有30噸左右了哈，每天就只有30噸。那後來在要報農委會之後，農委會要報農委會之前，那我們在規劃的時候是也要配合我們情緒糞，因為本來。一開始我剛才講，一開始是堆肥廠，對，那我們是需要說把它轉換堆肥廠這個廢棄物能不能變成是有效的一個能源？所以我們的規劃是利用厭氧發酵，也可以結合我們2050年的一個淨零減碳12項的一個關鍵策略哈，那也結合包含我們蔡總統在107年所說的。新農業政策是循環利用跟能源再生這個政策，所以我們就把它改成那個本來是
耗氧发酵改成厌氧发酵，就是从传统的堆肥厂变改成是成厌氧发酵。那我们要取得它的发酵之后的一个甲烷，来去做发电哦，提供我们的一个绿能来使用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要特别来澄清。那刚刚我们也有讲到选址的一个部分，对选址的部分。哎，听说之前在后龙，然后后面又跑来铜锣。那我可以再说明一下，我们后龙原本我一开始就讲，我们是规划群畜粪，当然石废禽也放在里面。是，哦，这个是耗氧发酵。那刚刚我也讲了，我们要变成是能源的，所以我们重新检讨的时候，因为我的厂区会变大，我的场内会有增加我们的那个车辆运输运转空间，我们要做密闭式的，所以我们的必须使用面积会增加。同设计做嘛要先提给韩国亚嘅素材同发枝虫有嘛无共用所谓详细嘅说明。故作就简单来看到啊，因讲嘅发枝虫佢係做乜嘅嘢？主要呢就係同屍體嘅同會像係煮嘅韓國嘅亞地嘅佢屍體嘅屍體拿去做加工，佢主要呢會。同佢分嘅做像係油，韓國油兩頭整下掉，就做韓較好嘅資源利用。像係油做得買本嘢，還有沙下來呢，佢會有產生骨粉下掉，佢就要做其他嘅利用。唔過呢，佢亞嘅高層啊，就會認真佢會屬病死的豬。故所講，地方方嘅詳情都會受騙嘅，會有傳染病冇，會有水資源嘅污染問題冇，等等呢，也其實都係大家對發展廠嘅一啲問題所在。故所講，請教下。盧教授，告訴請教下發枝蟲呢件事情，其實質嘅必要性係乜嘅？韓國呢加詳情按受理，一個苗栗的案呢，同一度了解發枝蟲係咪真嘅係冇共用？我想剛才副處長講哈，我大概比較清楚，說他們大概跟一般傳統的那種花枝廠什麼叫花枝廠？簡單就是把那個必死這個。畜跟禽哈，然後把它經過這個處理之後，就先攪碎之後，然後拿來煮了，蒸煮了哈。是。那蒸煮你都知道，這種屍體哈，蒸煮的過程一定會產生氧化，一定會產生一些惡臭的氣體了哈。所以這個東西，當然我們再加上這個送過來的時候，它不會是馬上送過來。它比如說必死豬，因為這個。送到那個廠裡面來的時候，已經至少經過1天的時間哈。那我想1天時間，你大概也都曉得那個味道就已經不好了。所以在蒸煮的這個過程當中，就產生了這個臭味。這個臭味其實我很坦白的講是非常難處理了哈，難處理。那所以這個我們在屏東，我在屏東的時候，那3家花枝廠哈，那這個也。就是一直被澄清啊，那量是非常大的啊，而且不過我今天大概看了一下，這個苗栗縣它大概啊，簡單講，我們大概1天啊，我們這些廠大概1天要處理超過100噸以上，啊，他們這個就是幾家加起來都上百噸以上，他們大概1天大概只有2噸，啊，2噸的概念是怎麼樣？如果像豬的話。大概20幾隻豬而已，20幾隻豬很少，哦。但是重點是，他現在用的如果是厭氧的方式哈，對，當然他還是要跟民眾要說明清楚，說明清楚，而且重點是它的設施，因為它不是厭氧的部分可能不會臭。但是重點是出來的這些東西啊，它在要做肥料的時候，它還是會有一些味道。那另外一點就是說，它在進場的時候，它有沒有更好的這個處理的方式？這個我要特別講啊。對，厭氧雖然是好的方法，是，但是呢，它在前處理的時候，如果用了一些藥劑，對，因為它要消毒嘛，或者是藥劑，它進到厭氧池之後會產生。那個厭氧菌會被破壞，所以這個時候它的整個處理方法要更好的一個處理，這樣子，都要考慮。所以在這個地方可能後續啦，我覺得，當然現在可能不見得會加了哈，但是如果說有的話，有很多細節還要做一些思考，這樣。香港呢，地方設置案例嘅實施過後，知道有問題。有義務就去檢舉，直到出位就去檢舉。是唔過安尼經檢舉嘅過程當中，民眾面對安尼環保單位產生嘅唔信任嘅看法，韓國地方強勢咪知道講，公部門一直無法度解決安尼問題。故所講，請教下律師
历史强高哈，其实按那个赛事我们都可以称为灵璧设施。按那个赛事其实大家都唔咩一家己实体眼不卡顺风。总共就係按那个方面，按那个事情，也法子從喺台灣嘅法律規範制度有顯明嘅條文做嘅規範講，怎樣去處理嘅規範嘅運作方式，也係講佢發生乜嘅事情，真正做得法律度嘅都係。有分好几种，像化制厂、堆肥厂，它其实都是不同的一个概念。那我们首先针对这个化制厂的部分来说明的话，其实它主要的母法是依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所以你如果从母法的那个规定来看，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不是从所谓的环保法规衍生下来的一个执法。那你就会可以理解到说，在这个防治条例下面，在规范化制厂，它的重点其实都是在着重于传染病有没有办法做防治。也就是说，它会去限制，比如说像消毒设施、消毒设备，然后这些车辆它在行驶过程中有没有监控，那包含它的原料的这个来源单，它怎么去控管。那但是你看整个通篇来看，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它其实没有提到空气污染这件事。也就是因为空气污染，它并不是传染病防治它要去关心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凸显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化制厂的设置上面，它有一个多头马车，也就是我如果产生空气污染，我要怎么处理？我就要回到空气污染的一个相关法规，就回归环保了。来去做检举。那当然这样就会变成一个两边去做不一样的一个处罚。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化制厂违反了，那其实按照原来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处理办法里面，它可能就没有跟臭气的违反有关，它的停业。但是它要回到空气污染的部分来处理。那在多头马车的情况之下，其实常常发生情况就是变成三不管的一个情况。那另外第二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因为其实这种刚刚就是有提到所谓的这个畜牧循环资源利用研究中心，对。这个概念其实还蛮有趣的哦，因为它如果说假设它定义在堆肥厂的话，那当然在特定农业区里面，它2公顷以内它是不需要做环评的，没错。但是如果说假设它有在制作这个所谓的饲料或者是生产油脂，它其实在定义上面，我自己认为它会比较类似是工厂啊，那工厂它其实它的限制是比较严格的。对，所以其实它那我当然可以理解说，政府机关它一开始它定义就是可能是倾向用堆肥厂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所以它认定说这个是不需要环评。但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有点是那个环评的灰色地带。是，我觉得有一点这种感觉。其实大家对无论是发展厂，也系讲循环利用中心、研究中心，也两个词来讲。我觉得听起来，大家对它的定义，或是它实际上运作的内容，可能都还不是按了解。故说讲，今日嘅节目设计采访团队去到嘅屏东嘅发展厂，但大家都了解发展厂用嘅运作，韩工业者又係我講嘅。屏东县从此乡伊个乡镇设有2间发展厂，头下马爱开工厂，居民就围创抗议，要求原本其他头强烈嘅抗议，甚至到地方同业者长期对立。那批到嘅安尼受，一到是主意是假是阿要嘅咩事，任何人都站唔起，任何人都堵唔掉。故说，身为化制厂嘅一道厂商，其實我要其人講改善嘅必要性啊！唔好講可能睇賺錢百姓嘅申訴安尼嘅種嘅效果，安尼鬼冇公平啊！以當初我們4、5年前一直被抗爭嘛，因為環保意識抬頭，所以我們必須把我們設備一直更新，包含我們的廢水，就一直更新。我們已經走到 NVR 系統了，所以排出去就一定合乎環保法規，就是再就空氣，因為我們注重這2大塊。發展廠同10批溫哥縣內公部門係加強檢查同管制，不過對地方帶來唔好嘅影響，當真有效嘅改善無呢？尤其是在晚上，他們都是放那個惡臭，其實也沒有多大的改善。當然環保局也很辛苦，都有在做定期的追蹤啊，人家就是有檢舉的話，他們也有去，但是這個原則上都沒有超標，惡臭都沒有超標。
除了我们不定时的一个稽查之外呢，我们在空品不良日的时候呢，也每2天就主动一次的去到场去做一个查核。那以今年来讲的话，总共就去查核了有500多次，我们整个的一个稽查管制其实都相当的一个透明，甚至也经常主动的来向民众来说明它整个的一个改善的一个结果。发枝草就是赢，发枝草就是赢，对。苗栗县政府想要拖县内开发枝厂，本单先拖后龙镇、北面改到铜锣乡，本还去疏导强烈反对。发枝厂大家都一定闹，对从此乡嘅利益来看，汉摆係講正式啟用，愛直接面對環境污染嘅挑戰，行較會係動見性嘅路。我想講影片都看到嘅屏東從此鄉嗰邊嘅鄉親哦，對下個發展從實施過後產生嘅問題，佢都提出咗意見。唔過呢，人都提到講，一個發展廠啊，其實佢係係有選擇嘅必要，因為佢係要處理一條平時嘅主委一條。故所講，人來看發展廠成立，可能會有哪條嘅義務同受理，係大家我哋注意到嘅。第一類呢，就係人家見講到嘅水源問題。再過來就係粗棒棒嘅應用價值，還有呢，人講最亞條痛苦嘅屍體嘅時節，如何會有血水冇？韓國呢一個過程當中會影響居民嘅生活品質冇？無論係米土也係講看到，也其實都係一個影響性。再過來就係係講要排出來嘅一條廢水，會流到人嘅循環嘅樽橋冇？影響到樽橋過後，地度嘅水有搶冇，還有呢會有乜嘅油一條冇，其實都係大家受理嘅素材。按用嘅解決問題，輔導改善，無就係從家樣片都行嘅搶環保單位去查去發，其實也按呢嘅做法都係實施過後，我進來做追蹤進去查嘅，是唔過呢按呢問題睇地方行係嘅結發生。故所講問題我先請教下副處長，家樣片都看到屏東嘅啲嘢。地方行就按到嘅檢舉，按到嘅問題嘅，跟苗栗縣政府想去做一件事情，你就冇有壓力嘅，你就相對成立以前作為那條嘅規劃咯。那當然，我們在做這個畜牧研究利用中心這個部分，那也得到受到相當多大的壓力哈，包含在後龍的一個部分，跟現在銅鑼這個部分。但是我要講這個。是不是有污染的問題哈？因為我們現在剛剛已經跟大家說明了，我們主要是做厭氧發酵，所以我們用我們的發酵槽體裡面哈去做發酵完之後去做發電。那我們是不需要它的氣體是外泄的。是。如果氣體外泄，那我的甲烷就跑掉，我就沒辦法去做後續的一個發電哈。那當然，後續我為什麼會規劃廠區會比較大一點哈？那因為我們需要進場之後就要做密閉空間，是我們包含我們的群畜糞進來我的廠裡面，那我的廠就是一個比較密閉的空間，我們不需要相關的還沒進到我的發酵桶裡面，它的味道就會飄出去，哦，所以我的包含我的車輛進場消毒到出去都是在我的廠裡面來運作，哦，所以不會在空氣那個廠區外面。而讓它味道去飄射出去了，這個我要先說明一下。是。那我們現在，為什麼要做這個部分呢？我也可以在這裡再說明一下，就是說，我們的量體有多少哈？那經過我們調查，大概我們的苗栗縣總共飼養豬隻哦有151家啦，151家，大概有62800多頭，62800多。那飼養雞的部分哈，飼養雞的部分有189家，那總共有飼養雞的部分是189家，那雞的飼養數量有1988000多萬隻啊，是，所以光是這樣子的一個群畜糞哦，每年生產就37000多公噸，嗯，那目前我們縣內有在處理的堆鵝場就只有2個，年處理量才240多噸而已，那個所以只差很多哈。嗯，那當然我們剛剛我們銅鑼我們徐代表也有說，那廠裡面是不是這個養雞場裡面他們都可以自己去做發酵啊，自己去處理呀？嗯，那當然這個我也不否認，因為你畜牧設施在申請登記的時候，這個也是我們必審的項目裡面可以做，自己的項目裡面。對，那
这个部分又涉及到民众自行发酵的效果，它除了异味会出去以外，它的发酵的程度到哪里？能不能发酵完之后直接拿来做有机肥？那因为我们苗栗县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哈，对，所以我们希望发展我们的休闲观光旅游。那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游客来我们这边采狗乐，结果车停了10分钟，满地都是苍蝇，不速之客非常多。这个是影响到我们的休闲旅游的一个观光非常重要的因素。也集团的副处长讲到有关，你也个资源循环研究中心伫度做到的事情，也就是讲，重点还去并提几个饲料，还有猪的饲料也部分来做处理。也就是讲，同发展厂的做法其实有同他也受长的给卢老师，请教下，其实也谈起来，苗栗县政府而做的做法，其实同发展厂係無共樣嘅。不過重點嘅問題就係人家講到嘅出一件事情，臭味這件事情，會用來做處理，還個避免，也有辦法做到嘅係。如果是以厭氧發酵哈，這厭氧的過程，它因為都是密閉嘛，但它產生的氣體，它要經過這個，它因為有一些臭味是脫硫的，是硫化氫，它也要脫硫完了以後，它要變成那個甲烷，它要拿來做發電，或者也不一定要發電的，它也可以把它輸到比如說旁邊如果有工業區，它就讓它變成它的燃料哈。事實上我要特別講說，因為燃料會比這個更值錢哈。那但是現在因為我們法律有改，說如果發電的話哈，我們這2年把那個發電的費用特別提高啊，平常的這個電費都是4、5塊的這個綠能，它到7塊1。所以它也是一種鼓勵，沒有錯。對。但是重點來了，就是說，這個很多的這個過程當中啊，一定要先考慮源頭，就是源頭你來的這些東西啊，在載運的過程各方面過程一定要注意，而且在處理的時候，我們是希望說，處理的時候最好都是在一個至少要稍微負壓了，我們講的負壓的空間啊。縣政府如果要真的推這個事情，我覺得縣長的剛才這樣談，縣長的這個概念是對的。但是因為有很多的技術哈，是都還要跟民眾說清楚，不然的話，大家用傳統的，我覺得當初的化製廠的這個邏輯，其實是在那個20幾年前的那個時代口蹄疫之後，為了要解決很多病死豬，人家甚至於還有那個死豬，拿出去賣哦，像這些他要做這個管制，他把他另外一種的能資源化沒有錯，但是那個時代因為已經跟現在不一樣了，本來這樣子的化製廠，原來那種化製廠就要改變，像我們在屏東的那一廠，它其實是台語說啊。就他桃已經洗下去了啦，所以他一直在改善，一直改善。他現在其實是算是很辛苦，但是坦白講也很困難吶。比如像空污，他還是有的時候會被查到哦，因為他那個標準就他比標準高一點點就不行了，差一點點他就必須開罰單。每一年如果開3次，他就要被勒令停工。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他們也壓力很大啊。但是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要另外再思考，但是現在這樣的方式也要汲取人家的，汲取人家的問題，就是說前端剛才講的還是有很多東西，比如運送的過程當中，因為非常分散嘛，你100多廠要過來哦，或者那個路線無法掌控，加起來加上養雞場，這快400廠了，所以他就要非常注意這個運送的過程。因為運送的臭味各方面反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對。其實有安尼經驗過後，政府嘅好意其實係希望同一條資源再個利用，不過一條工廠就像講嘅動到複雜嘅專業嘅部分，我哋估到啊，安尼將會引起採聽民眾安泰嘅反彈。故所講，其代表加糖嘅其實先生同副處長都有詳細在個說明講，設立過後用來做把關，韓國叫做哪種方向，嘅地方幾面糖嘅。從業嚟講，還有乜嘅意見我提出來？剛剛副處長還有羅老師講的吼，凸顯一個問題，選址的重要性。我講，剛剛副處長有講，佢安尼做小做堆肥廠，佢做呢個給飼主飼最高來發，佢都入廠區不會有外泄問題。咁佢冇上到過，舍近求遠，增加碳排放量之外，佢最高來，剛剛羅老師沒有講，佢冇可能係完全密閉式嘅。
别佮做过来发陆方诶，佮外面做过来发，万一得下来用诶，像上摆饲猪诶，什么生意好按拄好，饲猪诶是给得下来。一开始咩保证讲无可能，我饲猪会得下来。诶，全台湾只有看过猪诶，再如何得下来，无看过饲猪会跳下来。結果就睇苗栗發生。都係苗栗啊銅鑼，都係副圈的問題。而且屍體東西，你剛剛細豬有病菌啊，對，萬一有禽流感，給附近要撲殺，萬一假糞便有流出來，萬一有病菌樣，就是我哋擔心的地方。第二個部分說，台灣呢發自堆肥廠後嘞，99%都是在地處理，也就給養雞場就是也就處理。因為剛剛初中沒有講，其實我哋苗栗縣屬嘅先多地方，係後龍、草橋跟還有中南，一三大地方。那銅鑼副區呢，裡面就主要屬嘅養豬大鄉啊，或養雞大鄉。你如果舍近求遠，對於我們來講說，那些污染運送過程是我們最擔心的地方。其次是它的臭氣，萬一它建廠過程中或者是處理過程中有臭氣外泄怎麼辦？雖然驗證過有問題都關廠管體啊都停工，問題是唔做落去嘅，唔頭拿腳塞落去嘅，我用關廠，也附近員工用處理部分，這個大家不是比較在乎的地方。然後一直強調說選址重要性，我哋相信每個一個反對而反對，而是說要喺水源地後龍溪中上游，因為台灣呢大部分焚化爐、嫌惡設施都靠近水尾，就是不要靠近水源處，遠離居民遠一點的地方。嗰時候講，幾多後龍海下坡移到我哋中上游那邊，嗰時候它嘅反彈很大，對，就是這樣子。還有一個就是說，向農業部申請的經費，農業部是希望說代處理那個情緒糞的部分，是沒有提到說發電的部分。剛剛副處長提到說希望堆肥發電，又回到一個問題，苗栗量不多，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反而抖錢一周，經濟價值在哪裡？是否你都政府公部門要開發要建設很簡單，沒有想到運營部分，所以我們希望說。中央應該把錢補助現有的養雞場、養豬場，他們自己的處理，拆掉州可以減少碳排放。對，這是我們很在乎的地方。請教哈律師，陳律師，也談起來啦，縣政府嘅出發點係好嘅，佢希望講，同採地嘅資源再個利用。唔過民眾都知道講，唔做在做亞件事情啦，唔過每類嗌不卡順風，亞個問題就回歸到當到嘅實質度強用。像焚化爐、掩埋場等等，它其實都係愛處理垃圾啦，都係啲好嘅實事。唔過呢，轉到現實情形講，大家都知道講，每到愛不卡順風就好嘅。如果我們用這樣的矛盾來看的話，係咪就唔止實質啊？人家得不用我來看按那個反映議題咯。我們如何去從源頭來解決這件問題？那剛剛代表也有提到，因為政府的經費它其實是有限的。那如果說在地的一個新建一個所謂的這個資源中心，它其實如果量沒有處理到那麼大的時候，那當然我相信在地的民眾他會擔心一件事，就是外縣市的東西是不是就進來了？好，那這個是可想，因為我為了符合它的產值。那如果是從源頭來看的話，其實我們會想到幾個問題，就是說，如果這個養雞場它到底有沒有辦法自己去處理他們的糞便？那當然這個都跟它的成本有關係，包含它的飼料，然後它的那個飼養的環境，都會影響到這樣的一個最終的糞便的一個處理的結果。所以其實補助的部分，其實它是可以選擇的，要麼它就是補助在這個養雞舍這邊，那它當然現在政府它的選擇是補助在後端，那後端中間要處理的問題就會變得比較複雜。那再來第二件事情，其實包括這個運送的問題，其實它還會衍生到說，我們雞糞它其實在生產出來之後，它這個原料它在處理的方式，它怎麼處理？它有沒有很詳細？比如說，它把那些雞羽毛啊，或者是其他雜質都有先挑掉。事實上，這個前步驟的處理，其實都會影響到後面那一些，比如說臭味產生，或者是臭味的一個去化的一個相關問題。那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在目前來看的話，養雞舍這邊看起來是還沒有準備好。而且臭味要罰很難，對不對？是因為其實臭味它在應該是說在監測上面，它並不是一個有一個像噪音那樣，它就是可以用對有一個標準值，它甚至有一個要聞的。嗯，對。那聞這樣沒辦法的話，不就是
我们所说的稽查这件事情就会更困难。对，稽查一般来讲，它从量上面来做稽查，比如说它可能只能管制说你粪便出来多少，那我收了多少，那数量要去做核对，那包括它的去化的数量是多少，有没有符合，那就是可以去监测说到底有没有从外县市来。那这个是一种管制，但是大家就可以发现，其实它并没有办法去排除居民的困扰，因为那种臭味其实你说很臭跟有一点臭，其实每个人感受不一样，但是就是有臭味。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在居民上面没办法接受的。那当然我相信政府他也是一直想要去做一个所谓的封闭式的整个就是不要让它外溢。可是确实还是有困难的啦。对，尤其在运送过程当中，我认为这个如果要完全不外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其实就法律的角度来看，刚刚啲事讲到，迄个采体董事理迄会有触碰碰亚件事情，其实我用法律部分，也係講我去查嘅部分，係有嘅困難。也就係講，其實喺實質嘅過程當中，有當到嘅素材，都係一步一步精準嘅來處理，行過做好一啲專業嘅規劃過後，將做嚟來運轉。故所講，採體檢驗其實係有當到嘅受理哦。除咗檢驗嘅現場談到嘅問題以外，採體鄉親係有哪一條建議嚟看樣片？發自從起來，空氣一定會有問題。嚴重講，出租關於案件單係，我認為講關真的冇案件單，起來佢只做應做，選址我就認為是有問題。亞威係後龍海嘅順向咧，亞威係水源體，下去差唔多2-3公里，天就苗栗市嘅水源體咧，也影響下去會影響一體嘅啦。公館鄉、頭屋鄉、苗栗市，包括銅鑼鄉。也就會水源就會影響到啊！空氣嘅問題就唔是講，台北風有台北風嘅危機，台南風有台南風嘅危機，安太影響有乜嘅時候都係危險咯。會影響到生活，因為人家就係每家都公館嘅總品總依存，親戚朋友全部都喺度嘅，故所大家地道都全部都冇辦法接受，係真嘅，也真係影響狀態。也發這種一旦係食下嘢法，人家都可能用叫做空氣污染，身體會影響到。故所其實一般銅鑼鄉農業，局內人哈，套用局內人這個活動嘅名嘅哈，人家的苗栗市公館鄉，老銅鑼鄉嘅鄉民就唔係局外人。因為除咗銅鑼以外，府區內嘅苗栗市同公館，其實都會受到一個相關嘅影響。係講真正有一個從實質下去過後，唔過我再講係縣政府會做嘅係很多項目循環研究中心，係做一啲資源再個利用，同一般人講嘅發展廠係有動態嘅所長。唔過民眾呢，對於無論幾個什麼嘅廠，大家都知道講，也偏可以數安尼嘅東西，其實都係會有審計態度，就係有意見，有無共樣嘅看法，會反對。問題我先請教下盧老師，人家總結都有講到當到嘅建議嘅，唔過我想要先請教清潔難嘅問題。屏東有3廠民眾有按到嘅反對嘅意見，唔看進來，我提供乜建議本同路呢？化製廠這個的問題哈，是上一代的發生的，譬如說2004年、05年的口蹄疫之後啊，為了要解決這些壁死豬，然後後來也因為疫情都會大家亂丟，甚至有那種死豬哈，他們還是拿去賣的這種新聞，他們要建立已經不好了，要避免這些事情，他就用這樣子的方式。那個時代，其實坦白講，那三家以前就會有臭味了，但是呢，為什麼比較沒有呢？沒有被發現呢？等到2010幾年才會發現，是因為在2014年之前，它旁邊有一個全台灣最大的養豬場，就是大統畜牧，他養了18萬頭豬，所以在那個豬場後來被撤銷了以後，大家分不出來是哪個臭，發現還有味道，就是這個味道，以前都被那個養豬場蓋過了，所以坦白的講，它是這個事情啊，到現在應該要改換另外一個方式。當然剛才講說，除了這個是不是源頭的這個管理之外，那我覺得我要提出另外一個源頭啊，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台灣處理這些東西要資源化哈，
就像刚才代表讲的，你这个运送嘛，你要运到这个资源中心来嘛，那这个运送其实就是很耗炭，甚至过程当中你要管制很难管制，因为厂太多了哦。那所以我们早期我们也就开始提倡这个资源中心呢，还是干脆是养殖中心，就把它放在对，因为台糖在很多的地方它都有很大的地。像100公顷、200公顷，然后你这个100公顷中，你只要花个10公顷，把那个养殖的部分让大家来到这边来养，然后而且专区的部分了，对，就它的专区是包括养殖都是专区，然后在那边直接处理以后，旁边还有几十公顷、上百公顷，它都可以直接变成资源化来利用浇灌，因为刚才的这个部分在法规规定，它的所有的这些厌氧完了以后，还有藻叶、藻渣，它要70%以上要来再利用，就是说要拿去浇灌。那浇灌了以后，虽然藻叶、藻渣味道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味道了，但是呢，重点是你要浇灌，你要有地浇灌，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要一起来思考，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迄讲呢，有按到会从两体安泰嘅时节，产生的按到会环境问题，其实会对人的环保的人力同人嘅，疲于奔命一件事情，係當辛苦的一件事情。不過有民眾嫌佢記咗去查，也係無法度清楚去做到的一件事情。故所講，請教一下律師哦，一種疲於奔命環境的這些人員佢哋做嘅事情，唔單止去處理一個發資廠，也係講一個資源循環利用中心提出的一個問題以外，還有按到嘅環境問題去處理嘅時節，我們怎麼面對環保單位？其实这个之前就有看过相关的资料，就是有关于每个县市的这个环保稽查人员，其实不要说1800场了，光是超过100场要去一个一个集合，那个你其实可以去算得出来，人力时间对电话打过去，他人过来，他花了多少时间？那他一天其实就24小时，以24小时待命的话，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他如果没有用一个，就是说比较科技化的去做及时的监测，要靠人力来检举，是我认为是有困难的。那当然，像这样的一个环境的纠纷，如果以民众的立场来讲，我们当然会希望说政府可以更主动的去公开资讯，就是说它所有的监测是透明化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實民眾也會比較容易產生一個信賴感。可是這個信任機制其實基本上現在目前是沒有沒有的啊，我怎麼辦？對，因為主要就是我剛剛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說緩不濟急啊。對，就臭味來的時候打電話人已經就是那個味道已經不見了。那事實上，其實現在目前以空污法來看，也是算是蠻消極的。那就是說要有一個比較積極的方式，我覺得這是整個應該是說整個產業也好，或者是說整個綠色循環經濟的一個規劃也好，它其實是一個比較上位的一個整體性的問題。它其實而不是應該說要民眾用檢舉，然後用這種去所謂的去抗爭來解決，因為這個從下面根本是沒辦法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故所講，其實香港看中嘅一個案例，喺實際嘅情形之下，地方嘅民意確實係也下政府嚟參考嘅一部分。故所講時間也夠本代表，地方方也下今日討論案度嘅，還有乜嘅呼籲要提出來嘅？其實剛剛聽盧老師還有律師講的發哈，就是盧老師跟律師講的話，我們發現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說，第一個，它的經濟價值在哪裡？副處長也說，我們的量很少，那可是你跟中央申請2-3億的經費來蓋，那就是不符合經濟價值。以某經濟價值的話，就什麼，比如收外縣市的來，收外縣市，那以收外縣市，剛剛盧老師沒講，增加它的碳排放量之外，而且是捨近求遠的情況下，那它很難去控管，所以我們地方很希望說，其實應該是在苗栗18鄉的18鄉鎮裡面，應該都就逐位去給新島地方去設置。評估啦。對，譬如說苗栗抽橋、造橋鄉、竹南鎮、竹南、黑烏龍、後龍鎮這3個地方，當初為什麼會選擇後龍？那個報告裡面講得很清楚，就是它周邊佔了苗栗縣的機制佔了1/4，所以說它在那邊合理性、選址正當性，我覺得是沒什麼問題，沒乜問題。可是你都來統樓，反而是剛剛強調的後龍溪的中上游，因為很少見是說把這種險惡設施放在水源地，就是順眼梯房，這個是大概民眾不能接受。都還有一個地方就是說，
化市场预定地，它会经过苗128线，苗128线也会铜锣公馆铜锣必经之路，因为公馆交流道就苗栗交流道，还有铜锣交流道，无论怎么走都要经过128线，这附近住了很多人，所以卢老师也提到说，你外面过来的时候是怎么去控管，也有律师提到的，你本县自己县市收的没有经济价值，你一定是收外县市的人嘛，那不然我干嘛花这个钱来改？那回到原点，说希望从大的养鸡户那边源头开始去管控，去做管理，像别县市一样，因为全台湾没有一个验证府偶尔做完点东西，蹦你脑的事情，对，就是惹人有点嫌恶的时候，我也希望说那个副处长那边可以把意见带回去。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前几天苗栗县议会开会，议员质询烟状供都没有做完东西，烟状供可以改善县政府财政。就回到刚刚律师讲的，你就是收外县市嘛，才有它经济价值，才能改善县政府财政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没办法让他给乡亲接受的地方，无法让乡亲接受。那像副处长，今年的台北县政府咧，听说有动大的压力存在啦，唔但是要面对民意，还要讲同县政府我想要做的事情，真正讲本大家谈哦。我想县政府的出发点，係希望配合政府的政策。好，咪係希望講，天數處理，唔過也當中嘅高層，因啥咧加強交通，韓國同業都想要做嘅事情，我用我哋回應家的，都在同一片來說明。剛剛聽了我們盧老師哈，還有我們陳律師，還有我們代表，大家都講了非常多的意見，我想我們縣政府都會來虛心來接受，但是我還是要講一點哈，剛剛講的還是以選址為主要的地點，選址是最大問題啦。但是我可以講一點，剛剛我已經強調，選址不是因為人家抗爭，是因為我們的用地的問題，跟我改變我們的做法的問題。那另外，為什麼會選到銅鑼呢？因為以的這一張我們調查的哈，銅鑼的養豬戶大概有14戶，佔我苗栗的面積大概第4。那養雞的部分呢，大概有10戶，佔我整個苗栗的一個排名大概有第八個哈。那個情緒份生產出來的，那養豬的頭數有3800多頭，所以佔我整個苗栗縣養豬的頭數是第5名哈。那養雞有168000哈，佔我整個苗栗縣養雞的那個鄉鎮哈是佔第6名哦，所以都是屬於比較中間的哈。在那個地方，剛剛我們徐代表也講了，它是屬於在128線的進去的旁邊哦，也是必經之路，但是也是位在我們各個養豬戶的中心點，所以它不管是走高速公路過來，或者是走西濱間快速道路過來，哦，高速道路在這個地方有一個苗128線的一個交流道。交流道一下來之後，到後龍溪我們就轉進來我們的廠區，所以可能比較不會經過居民幾乎不會比較不會經過我們的住宅區或者居民密集地方啊，這個我要先說明一下。好，那另外就是說，會不會有污染的問題？哈，當然我非常贊同我們的那個盧老師所講的哈，當然是可以有一個專區來去做最好啦，最好，但是已經在的，不管是養豬戶或者是養禽戶，他們已經既有在那裡了。那你如果是要去個別改善300多家的一個養雞戶或者是養禽戶的一個設施，我相信，第一養禽戶他們沒有那麼多的預算，對不對？第二，如果政府要去補助的話，那全縣你要編多少錢來補助，或者是我苗栗縣，因為我們苗栗縣的財政的問題，那我也沒有辦法去協助這個東西。那我們的想法是，最好是你可以把它集中來，我們來處理。包含如果是由各個養禽戶或者養豬戶自己來處理的話，它所生產的東西能不能變資源來去做販賣？這個又涉及到，如果是你用有機肥料來販賣的話，就涉及到肥料管理辦法的一個那個規定。如果他沒有取得肥料登記證，你去販賣以肥料的名義去販賣，那就會受到處分了哈，而且這處分的金額還不低呀。所以我們希望說由政府機關統一來做，而且處理。這個雖然其實味道最重的是養豬戶了哈，養豬戶因為它包含，因為它有糞尿水等等都有，
发酵完之后它就排出去。它如果发酵的不完全排出去，不然有发酵，它排出去它还是会有一些味道。如果没有发酵完成，它味道是非常的严重，会污染到我们整个河川。如果我今天可以利用这个，就像我们一般以前都市计划啦，或者是住户，它的水肥车的抽取的概念，我们是用这样子的抽取概念，我把养猪户的这些已经在处理进到它的槽体的东西，我把它抽走，进到我的统一处理的一个地方，那我可以处理到比较完整，而且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去申请肥料登记证来贩卖肥料。其实它是有效益的，我们是不会弄到其他的一个县市哈，不会收其他县市，不会收到其他县市，因为我刚才讲，我们苗栗县所产生出来的是37000多吨，那我们这个厂设计的是，因为我不肯全收了哈，因为这个还是在用最新的科技，要投资的金额算蛮多的，所以我们只设计每日的收售量是30吨，所以1年才1万多吨，所以我自己的县内我都收不完了，还是收外县市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乡亲不用去担心，所以我们先把自己的处理好，有这个量能才有去帮助别人的一个效率哈。接上因都会发生讲，公部门韩国20个单位都讲的。有动头向上讲的同好，不过实际撒下来的这旁的高层真系关键，安样去把关，安样的同民众意见表落来，真系讲，应该同人哋嘅实事实体地方好，真正做得到一个平衡的点。总共人讲有建设就不有破坏，一个破坏安样的讲到清代，我想去撒下来，係公部门同地方乡亲愛好好的交通的重點。以上就係今日村民大會帶大家來了解有關發展廠韓國人的苗栗嘅作為項目循環職業研究中心有乜嘅所長，地方鄉鄉親堅持乜嘅，下個禮拜每場鄉親記得準時收看村民大會，現在非常之盛。